孤是齐国太子，招摇是楚国公主。作为附属国，楚国仰仗着齐国的庇护，在这个乱世中发展的国富民强。太子，宫里传来消息，公主要在堂外等候，说一定要见你一面，把话说清楚。这亲事，她不同意。我知道了。招摇倒好，大婚当前，却欲悔婚。他以为他退的只是一桩婚，殊不知他毁了的是楚国100年基业，让楚国走向灭亡。太子，公主瑶，我安知道偏袒了。让他到书房来见孤。是殿下。那我们因联姻派至到楚国的兵马原地扎营，静候调令。楚国身居要塞，周遭诸国早已虎视眈眈，如此一来，楚国恐怕有灭国之危。孤说原地扎营，静候调令。是，殿下。我要解除婚约。我要解除婚约。原有。本公主心有他属。准了，婚约解除。你与父王、楚王说明缘由便可。公主还有何事？殿下竟一点也不在乎吗？孤说了，准了你的奏，你自己去说明缘由即可。将要，你我一同长大，我悔婚，你竟一点也不在乎吗？请婚的虽是楚王，可联姻是双方的事，你既已决定，孤准了便是。你是不是早就不喜欢我了？那孤多问一句，他是谁？姬燕青。知道了。你不问他是什么人，什么身份？你既已选了他，你清楚便可。孤为何要知道？你永远都是这样，冷漠的让人厌恶。多谢夸赞。你可会报复于我？你也说了，孤冷漠无情，如此意气用事的事，孤不会做。殿下，公主她……把消息放出去，孤与招摇解除婚约。那我们派至到楚国的兵马，按兵不动，听听风声再说。是，我即刻安排下去。何事？探子来报，公主瑶在来此之前，就已经在揽月楼与姬燕青成亲了。是他，有点意思。探子还说，楚王也携亲眷参加了婚宴。去查一查，这姬燕青是何许人也？殿下这是要调查情敌？孤是要重新衡量与楚国的关系。楚国周遭早已四面楚歌，招摇的婚姻是诸国衡量进攻与否最重要的一环。抱歉，殿下，是我鼠目寸光了。楚国是齐国的附属国，是否继续派兵抵御外敌，应思虑周全。孤身为太子，
不会因为一桩婚约意气用事，更不会因为他的决定失了分寸。通知众卿，明日于大殿议事，孤会给出一个交代。是，殿下，我这就去办。之前赵国公与楚王与您相约一同围猎，我已备好马匹，在外等候。好。太子殿下今日手感欠佳，是否有什么烦心事啊？许久未打猎，是有些手生了。无妨，太子殿下政务繁忙，休息一会儿慢慢来，全当是热身了。殿下，招摇退婚的事，我代他向你赔不是。你们自小一同长大，这婚事理应水到渠成，谁知他却任性妄为，与别人成了婚。是臣失了职，把他养得太过骄纵。楚王言重了，联姻是孤与瑶儿的事，瑶儿心有他属，与楚国无关，你无需道歉。瑶儿她毕竟是我的女儿，这罪，臣必须请。楚王不必如此。殿下与瑶儿解除婚约，那这派兵驻守楚国的事，楚王大可放心，孤懂得公私分明，虽无法与瑶儿结秦晋之好，可有关国事，孤是不会意气用事的。如此甚好，太子殿下英明。臣还以为瑶儿大逆不道，惹恼了殿下，殿下一怒之下，下令撤了兵。楚国附庸齐国已数年，乱世之中，我们共谋发展，孤定不会用国事开玩笑。这太子蠢钝如此，当真是个当缩头乌龟的料。探子来报，姬彦青的身份查到了。说，姬彦青，韩国二皇子，因无才无能，在家中不得势，终日混迹嗜行酒肆。3年前曾与燕国公主联姻，可婚后实在无能，遭公主唾弃，便与其和离。除了巧舌如簧，此人无任何过人之处。知道了。公主瑶如何能看得上如此无能之人，竟放着与殿下的婚约，同这样的人私自成亲？他就不怕搭上整个楚国？你也说了，他巧舌如簧，迟早有他后悔的那天。孤政务缠身，便先回了。赵国公与楚王尽兴，殿下如此着急，臣还在揽月楼设下宴席，盼与殿下小酌几杯。是啊，殿下，不知可否赏脸一步揽月楼？来日方长，改日孤在宫中设宴，宴请二位爱卿。太子要平日里意气风发，谁人不知他射术了得，今日却状态不在，连连失手。不知是不是失了和公主瑶的婚约，心郁气结所致。谁离开瑶儿都得难过，他太子耀也不例外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：英雄难过美人关呐！甚是有理，甚是有理啊！太子耀如今再难过也已是无用，瑶儿已是他人之妻，他注定是得不到我女儿了。可是陛下，您真的不担心齐国撤兵吗？将要他终究只是太子，齐王与我情深义重，楚国又身居要塞，这些年我们纳的贡给齐国提供的便利也不少，齐国可能因为一桩婚约就置楚国于不顾，两国要是真翻了脸，指不定谁求着谁呢。言之有理，还得是楚王有远见啊！你让探子来本公主婚宴上观礼是什么意思？送祝福。江耀，我知道我没能履行婚约，让你痛彻心扉，可我和燕青是真心相爱的。我希望你可以真心祝福我们，而不是如同赌气，随口说出祝福2字。好的，真心祝福。江耀，你真是让本公主失望至极。
公主请自重。江耀，你真是个薄情寡义之徒！孤薄情寡义，孤是齐国太子，只讲利益，不谈感情。外头风声如何？城中酒肆都在流传，殿下解除与公主瑶婚约，是齐国不愿再庇护楚国了。孤可没这么说过。各国听闻公主瑶背信弃义，还未与殿下取消婚约，便已在揽月楼摆下婚宴，纷纷猜测此举惹怒了殿下，殿下必不会再庇护楚国。撤兵与否关乎国事，非孤一人可决断。你如实放出消息，酒肆流言如何，全凭个人决断，不必理会。是，殿下。太子请功，不可擅入！滚开！我是楚王，这齐王府里我哪里去不得？江耀，你出来，把话给本公主说清楚。放肆！太子殿下寝宫门前，岂是尔等大声喧闹之地？你个狗奴才，睁大眼睛看清楚本公主是谁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吴莹，带他们到偏殿等候。是，殿下。江耀，你在这个时候把我们解除婚约的消息放出去是什么意思？楚国身居要塞，你难道不知道邻国一直都对楚国虎视眈眈吗？孤不明白公主在说什么。哎呀，殿下啊，楚国通达各界，以贸易为重，多年来附庸齐国，由齐国派兵驻守。这次联姻更是昭告天下，齐楚两家永结秦晋之好，使外国不敢来犯。可你突然把解除婚约的消息放出去，这不是让那些有歹心的邻国更生妄念，更对楚国虎视眈眈了吗？真是一如既往的卑鄙！公主此言可否有失偏颇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就不能让曾派的兵马到了楚国驻扎下，你再公布吗？其一，公主，你在还未与孤解除婚约的情况下，先与他人成婚，这是你不讲信义为先。孤堂堂齐国太子，你将孤置于何地？第二，孤身为太子，绵延子嗣，关乎国家社稷。公主既已令下他人，孤怎能不另纳新女？殿下贵为太子，婚姻大事非一朝一夕可解决，尽可晚几天再散布消息吗？其三，是否增派兵马是国之重事，需众臣商议后决断。孤不可因个人婚事影响到众臣对局势的判断，孤要对齐国的未来负责。你根本就是在报复我，报复我离开了你。孤是太子，心里装着江山社稷，没必要与公主置气。既如此，望殿下言而有信，增派至楚国的兵马应早日抵达。正好，孤明日召集众臣上朝商议此事，三位亦可一同旁听。吴营送客。瑶儿莫怕，万事有为父。今日将要上朝议事，我得去看看。你跟我一起去吧。江耀都说了，不会因婚事报复楚国，不去也罢。齐国乃众国之首，江耀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各国局势，去听一听，总没有坏处。如今退婚的消息散布出去，江耀还邀请我去议事，在外看来，齐楚并未决裂，为了楚国，你得去。齐王万福，楚王请起，无需客气。听闻太子殿下今日上朝商议增派兵马驻守楚国之事，殿下该不会因退婚之事置楚国于不顾吧？齐王可得把持政事啊！退婚是两个孩子的私事，要儿有分寸。如果他是意气用事之人，寡人不会把王位传于他的。
有齐王这话，臣便放心了。我就知道江瑶不敢乱来，毕竟他还得指望楚国纳贡，为齐国商人提供便利呢。是啊，他若乱来，便是置齐国将来于不顾，大臣们不会同意的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殿下万福金安。韩大夫，开始议事。是，殿下。各国局势均已在此。五国交界，楚国位于其中，身居要塞，通达各界，是各国通商必经之地，也是各国必抢之地。近年东面的燕国屡次进犯，赵国虽未动手，探子却遍布楚国各地，只等一个合适时机。驻守在楚国的兵士恐怕……等等，综合以上，我建议撤回驻守在楚国的兵力。撤回兵力，齐国的兵力便有大幅加强，可御外敌。不过楚国若失了兵力，大概率被三国瓜分，到时三国与齐国相邻，难保不会对齐国有所想法。现在撤兵，各国会理解为报复。是啊，齐楚交好多年，太子殿下此刻撤兵，各国可能会认为殿下太年轻，意气用事，于将来无益啊。所以今日孤邀请众臣议事，便是想让大家知道孤的态度。耀儿，你已经决定从楚国撤兵了吗？不可以，殿下不可以从楚国撤兵，解除婚约，以让邻国虎视眈眈。张耀，你说过的不会意气用事，你现在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堂堂齐国太子，把国家社稷放在个人情感之后，你不配当齐国太子。孤是太子，是齐国的储君，万事须以齐国利益为上。楚国被四面进攻，抵御外敌不断削减兵力，长此以往，必有隐忧。孤不如撤回兵力，保齐国固若金汤。国事没有情绪，现在请众卿表决，非我臣类，请保持肃静。再喧闹，无影，请出大殿。完了，楚国完了！不要举手！你们表决应许，楚国就完了。荒谬！一女流之辈，岂可在朝堂之上胡作非为，干扰朝政？不能举手啊！不能举！众卿意见孤已知晓，通知增派兵马原路返回，原驻守楚国兵马也即刻起身返回齐国。是，殿下。江耀，我不过悔了个婚，你至于让整个楚国都跟着受牵连吗？啊！今日议事毕，退朝。陛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齐楚多年交好，楚主商，齐主兵，齐国曾应允要保楚国万事平安的呀。楚王也看见了，耀儿虽是楚君，可代朕处理国事已有一段时日。如今的齐国是耀儿的齐国，他自有决断。寡人虽同情你的遭遇，无能为力，无能为力呀！您不能由着太子殿下意气用事啊，陛下！江耀，你站住！本公主叫你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不会报复我吗？这不是报复。你还不承认？你就是因为我退婚才这么做的。公主但凡留心过楚国边境一丝一毫，都会知道韩中恒没有撒谎。楚国早已四面楚歌，齐国撤兵，合情合理。你明知道楚国四面楚歌，你却还要撤兵，你为什么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？楚国早已四面楚歌，齐国撤兵，合情合理。你明知道楚国四面楚歌，你却还要撤兵，你为什么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？公主，孤是齐国太子，是未来的齐王，只对齐国的江山和将来负责。江耀，你变了。公主意识。
今日有事，改日再去。什么玩意儿？是谁那么不开眼，敢惹皇子妃不高兴？谁还能有谁？是江耀。江耀他竟然让曾派至楚国的兵马原地掉头，还要撤回原本驻守在楚国的兵力。周边国家早已对楚国虎视眈眈，楚国又主商贸，军事乏力，这件事要是没有回转余地，楚国必定要遭灭国之灾。别着急，要不我帮你去和江耀谈谈。你和他谈，他能听你的吗？我虽不参与国事，可毕竟也是韩国二皇子，平日里游山玩水，也结交下不少好友。赵国太子、燕国皇子，哪个不是患难之交？只要我开口，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。我果然没看错你，那你快去联络，楚国岌岌可危了。瑶儿放心，这事交给我，恰好他们也都在齐国境内，我现在就去联系。揽月楼给你送来的信。揽月楼，姬彦青，韩国那个不成器的二皇子。吾兄子轩见字如面，自上次一别多日未见，帝婚宴兄亦未知，吾甚是挂念，特与皇子妃一同于揽月楼1号厢房设宴，邀吾兄今晚一叙。共赴宴者还有燕国皇子沈怀义，盼吾兄至。这姬彦青抢了江耀的婚，江耀为此迁怒于楚国，都要从楚国撤兵了，他还有功夫在揽月楼设宴？许是宣道，殿下，怀义兄也去见个面也好。我和怀义兄正好能合计合计，齐国这撤兵究竟是真是假。回信说我赴宴。是，殿下。看吧，我说他们都是我的患难之交，没有妄言吧？燕青，你真是我的贵人，我果然没看错人，楚国有救了。接下来就是赵国世子沈怀义了。我这就给他传信。哪里来的信？揽月楼，韩国二皇子姬彦青处。姬彦青，我似不曾与他有过交集。哪里来的信？揽月楼，韩国二皇子姬彦青处。姬彦青，我似不曾与他有过交集。殿下上次拜访韩王，似是与他见过一面。哦，怀义吾兄，自上次宴会一别，匆匆3载事。帝日前于揽月楼举办婚宴，兄长所事缠身未复，帝特于揽月楼1号厢房设下宴席，邀兄长与子轩兄长及太子耀一同赴宴，望至。这姬彦青是否就是结了太子耀婚时与楚国公主结婚那位韩国二皇子？正是。他结了江耀的婚，江耀还去赴他的约，这两人和楚国公主之间究竟在耍什么把戏？回信说我去，我得去看看怎么个事。齐从楚国撤兵这个事，究竟是真是假？是，殿下。都办妥了，只差江耀了，你亲自约他吧。行，来人。公主有何吩咐？找个摊子告诉吴颖，今天晚上1号厢房让江耀来见我，他如果不来，过往情谊便作罢了。是，殿下。我话说得如此绝，他必来。皇子妃莫怕，万事有夫君。今晚我定让那江耀骑虎难下，必须答应不撤兵的要求。公主谣传来消息，今晚在揽月楼1号厢房静候，有事与殿下相谈。他还说，若殿下不去，过往情谊便作罢了。好，我去。是。
燕青与皇子妃今日设宴，所谓何事？听闻皇子燕青的，并非只有你我二人，太子妖亦会一同赴约，阵仗够大的。不瞒二位兄长，我如今确实遇见棘手的事。太子要意气用事，就因为那人退了婚约，他就决定从楚国撤兵。你们说，这不是闹小孩子脾气过家家吗？婚约虽定下，可联姻亦是2个人的事，如何能勉强？那燕青的意思是，请二位兄长帮帮忙，劝一劝太子妖，不要意气用事。只要他不从楚国撤兵，燕青保证，出了这道门，二位兄长必能拿到楚国开具的通关文牒。二位兄长的商队出入楚国境内，永久免税，畅通无阻。没错，本公主说到做到。那我们尽力，二位。拜托二位。这边请。太子殿下，公主并未知会姑，还有其他人在。殿下莫怪，我们与皇子燕青亦是旧友，设宴只为推杯换盏，联络感情。大家都是世子，太子殿下该不会觉得和子轩兄、怀义兄吃饭有损颜面吧？姑觉得跟你吃饭有损颜面。我与瑶儿前些天才成婚，殿下今日便下令撤兵，动作够快的呀。哼，姑行事风格一向如此。哼，殿下是不甘心吧？齐国为各国之首，殿下贵为太子，却将你我婚事与国事混为一盘，成何体统？让天下各国如何看待殿下所为？这不是意气用事是什么？这家务事，清官易事难断。姑所做决策，均是为齐国所考虑，从未针对任何人。你胡说！你明知楚国身居要塞，周围各国多年来虎视眈眈，齐国要是撤了兵，楚国便岌岌可危。内政大臣更是会把这祸首归于我。江耀，你就是要我难看！如你这般小肚鸡肠、言而无信，让别国世子如何看你？齐国还有何信誉可前？太子殿下，您主政不久，楚国又是齐国附庸国，齐国理应护持。这个时候您撤兵，难免遭人非议啊。是啊，太子殿下，不仅遭人非议，恐怕齐国大臣亦会觉得您年少轻狂，意气用事啊。姑撤兵是综合考虑，与众臣共议后做出的决定。殿下当真公事公办？不然呢？谁人不知，殿下最善装冷静。装冷静？表面云淡风轻，实则背地里动作不断。世人皆知楚国善贸易，轻军事。你身为韩国二皇子，为何不出兵庇护楚国，亦或让世子子轩和皇子怀义帮帮忙？你身为韩国二皇子，为何不出兵庇护楚国，亦或让世子子轩和皇子怀义帮帮忙？我自然会去请求父王出兵，护楚国周全。那便最好，祝你顺利。皇子燕青带着皇子妃回国大宴四方时，不用知会姑，姑没时间去观礼。将要你，如果今日你叫姑来是为了求情，姑便先行离开了，告辞。恭送太子殿下，恭送太子殿下。殿下就不想知道为何瑶儿选了我而非殿下吗？不重要。外婆天凉，殿下注意身体。批我的吧，
貂绒保暖。瑶儿别急，为父还有其他办法，只是需要点时间。殿下，我与皇子燕青并不相熟，今日赴宴实属拗不过。我今日赴宴，全因殿下在场。倘若刚才出言不虑，望太子殿下海涵。人多的地方少来，容易招惹是非。姬衍青这是把咱俩置于不义之地。走，进去找他算账去。刚才你也看见了，江耀心里依然牵挂于你，说明瑶儿秀外慧中，他撤兵完全就是报复。我也知道他就是心里有我，撤兵只是因爱生恨，想让我妥协。瑶儿不可向他服软低头，楚国的事我会想办法。子轩兄、怀义兄，你们回来了。姬衍青，你故意把我俩置于不义之地是吗？自然不是，怀义兄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你我情谊甚笃，我哪里有这个意思？我回去就上书父王，自此之后赵国与韩国不再通商，韩国商人休想再踏入赵国境内一步。子轩兄，子轩兄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以为楚国公主会如同楚国商人一样优秀，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没有齐国的庇佑，不过半载，楚国必亡。没有齐国，楚国真要亡国了吗？瑶儿别灰心，大不了丢下楚国，跟我回家。我是韩国二皇子，前途无量，定会保瑶儿锦衣玉食。不行，楚国不能就这么亡了。我先前与夏国公主情谊深厚，我亦给她写信求助，如今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了。楚国多年来仰依仗齐国的庇佑，大力发展贸易，对军事毫无投入。现在齐国撤兵，各邻国摩拳擦掌。我听闻赵国和燕国已开始集结兵力，只等个机会，一举攻向楚国。各国局势本就紧张，关注亦不是一日两日。齐国撤兵的消息已彻底传开，就连远在东边的夏国也得到了消息。公主瑶与夏国公主有些交情，可夏国公主回信拒绝出兵，楚国恐怕凶多吉少。持续打探消息，如今局势这般，楚国有何举措吗？刚刚探子来报，楚国朝中已是乱了套，楚王带着公主瑶回国，如今怕已召集重臣上朝议事了。齐国太子因我退婚从楚国撤兵是我没想到的，本公主给诸位赔个不是。所谓没想到，公主是楚王唯一子嗣，一举一动皆代表楚国立场，公主可曾为楚国考虑过一丝一毫？公主说悔婚便悔婚，是否考虑过如此随性的下场？如今夏国也忌惮齐国报复，不愿出兵相助楚国，如此局面，公主可敢说不是自己一手造成？各位大臣请息怒，招摇虽有失考虑，可婚姻之事亦是他的意愿，作为长辈，我们便不要再过多苛责了吧。楚王，婚姻之事确要考虑公主意愿，可公主并非寻常女子，联姻事关楚国将来，你如何能由着她胡作非为？本王就这一个女儿，终身大事亦不能委屈了她。楚王，如今说什么都晚了。齐国撤兵，楚国岌岌可危。如今我们只想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。我暂时不知，不过我会尽快给诸位一个满意的方案，请给我一点时间，拜托了。请给瑶瑶一点时间，本王保证会很快拿出一个具体执行方案，希望公主尽快拿出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案，否则本官不介意请奏大王重开朝会，另议国事。不行，本王得亲自去找太子要聊聊，如今能救楚国的只有他了。殿下，楚王他……太子殿下，你这是逼我楚国！
孤没有避谁。你撤兵，邻国便紧张，各国也在观望，这事儿你得负责。楚国与孤无关，孤只对齐国负责。你对瑶儿真的就一点情谊都没有吗？情谊不能作为国事交易的筹码。瑶儿她今日在朝堂上被问得哑口无言，所有人都在质疑她。那是他该面对的，孤帮不上忙。你可以，只要你让齐国重新对楚国派使兵力，便不会有人质疑他了，楚国也就得救了。孤找不到一个如此做的缘由。进。太子殿下，南面战事大获全胜，将士们已追击至蛮夷腹定，胜利指日可待。我们从楚国撤回来的兵力，您看，即刻调往前线，拿下南蛮。殿下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不必，孤信你。你竟用于楚国的兵力和良将去开疆扩土。楚国目前的情况岌岌可危，与其被缓慢蚕食，不如开疆扩土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这都是你一手酿成的。你若如此认为，孤亦无话可说。午后孤还有朝会，韩大夫帮孤送一下楚王。楚王，这边请。殿下，不好了，您请看这个。齐国撤兵是彻头彻尾的情绪之举。太子要并非成熟的主君，素来意气用事，此举已引起齐国诸国大臣的不满。往后这等消息不必向孤禀报。殿下，臣担心他的言论会影响到齐国的声望和您个人的口碑，要不要上朝回应一下？不必。那是否需要给姬彦卿发去国书，要求他为自己的不当言论公开致歉？也不必。那各国会继续猜测，猜测改变不了粮饷与兵力。如今齐国要做的是对外公开最新举措，表明齐国已彻底放弃楚国。若各盟国询问情况，要如何回应？齐国按国策评估调整邦交。是，臣这就去安排。殿下比外界传言的还要冷静与绝情。齐国兵力到达南部战场，各国兵力是否亦要往楚国进发，仍是未知。太子殿下，公主瑶没有通传，她执意要见您，可否放行？让她进来。你满意了吗？满意什么？楚国今日一整天都在向各盟国解释撤兵的事。解释的是实情。你明知道你的撤兵会引起各国注意，就连夏国都不肯借出援兵，你要我怎么办？各国评估风险不是孤能干预的，至于公主要怎么办，也不是孤关心的事。你就是想让我难堪。让公主难堪的不是孤，是楚国本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孤不是太子。你真的对我一点留恋都没有吗？公主已为人妻，这样与孤聊天，是否不太合礼数？目前齐国将士士气高涨，连战连捷，粮饷马匹亦是充足，蛮夷之地即将收入囊中。加速战事进度。殿下，楚国那边本月有一笔10万吨的粮饷回款，明日便是期限，但楚国司库昨日派人传信，表明楚国府库不足，请求宽限几日。楚国这么快就撑不住了？听闻各国开始重新核查与楚国的邦交，几家盟国把原定的盟约延后签署。楚国不仅边境吃紧，国库亦出现问题。殿下，咱们最多能宽限楚国几日？殿下，咱们最多能宽限楚国几日？
一日都不宽限，到期不回款，便按约定加收利息。超过7日，直接查封楚国在其的商号，不必留情。殿下，这怕是有些不妥，毕竟两国多年交好。不让孤重复第2遍。是，臣即刻去办。退朝。殿下，明日是王后的寿辰，记得备寿礼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母后过寿，孤不知该备何礼。那臣帮您安排。好，不行，走，随孤去集市，孤要亲自为母后选礼，你帮孤出主意。殿下是臣的主君，让臣做什么，臣便做什么。求您再让我见公主一面，我以楚国的声誉作保。公主，我们公主说了，楚国得罪了齐国，还有将来吗？没有将来的邦交，谈何声誉？抱歉，我稍后再传信给你。公主，没想到在此处偶遇了。我要与你单独聊聊。殿下，臣不太舒服，去一旁等候，很快回来。我请你饮茶，好好谈谈吧。孤给你1刻钟。各国军队整装待发，正欲向楚国进发，这事你知道吗？预料之中。连各国的商号都要求提前结款。是，齐国的回款明日到期，记得通知楚国司库如期交付。你明知道楚国如今拿不出这么多钱粮，那是楚国的事，与孤无关。一定要如此吗？你做了选择，孤同样做了选择。江耀，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难吗？你如今是楚国的公主，亦是姬彦卿的妻子，有难处你该去找你夫君诉苦，而非孤这个被你气昏的前未婚夫。我求你莫要把话说得如此绝情，我已经很难很难了。你的身份让孤觉得不适。江耀，我们两国交好这么多年，如今楚国落难你全然不顾，你让天下如何看你？天下如何看孤，并不影响齐国开疆扩地，走向盛世。咱们可以重新调整盟约条件，给齐国更高的岁贡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你这算是让步，还是求孤？随你怎么想。无论是你让步，还是乞求，与之前相比，风险并未下降，甚至更高了。你到底要我怎样才肯放过楚国？孤要对齐国负责。我可以增加质押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质押的是财物，不是将来。姬彦卿呢？他在筹措兵力与粮饷。筹措的如何？楚国需要的是兵力与钱粮，而非情绪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看到楚国出事？孤没有针对你，可结果便是如此。结果来自结构，是楚国自身的问题。你从前不会这样对我。从前的你是孤的未婚妻。你真是一点余地都不留给我和楚国，哪怕是只给一点粮饷，给各国一个态度也好啊。朝堂之上已做了决议，你可以重开朝会，推动新的决议。当前局势下，孤找不到一个说服自己如此做的理由。江耀，
我没想到你真能把事情做得如此决绝。一刻钟快到了，公主，殿下似乎未顺他的意，他很生气。或许吧。楚国当前面临的困境只是暂时的，诸位请相信本王与瑶儿。相信？相信？你让我们如何相信？你倒是让他拿出些功绩来给我等看啊！自打公主宣布退婚这1个月，楚国边境多有外敌来犯，商号关门，损失谁来补？公主来补吗？此事怨不得瑶儿，并非她的过错，她已经……此处是楚国朝堂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此事怨不得瑶儿，并非她的过错，她已经……此处是楚国朝堂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燕青虽是韩国皇子，可以与瑶儿成婚，如今是本王的驸马，也算自家人了。谁与他是自家人？若不是因为他得罪了太子耀，楚国会是如今这个样子吗？姓姬的，我警告你，在我等眼里，你不过是个巧言令色、攀附而来的赘婿，让你在此旁听，已是给足了颜面。你岂敢再妄言？各位叔伯莫要再说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人的错。燕青是我夫君，他只是想为楚国出一份力。这些时日，他一直在外筹措兵力与粮饷，请大家相信他，定能帮楚国渡过难关。兵力呢？粮饷呢？筹措在何处？韩国大军就在楚国边境不远处，他不是韩国二皇子吗？为何说不上一句话？请诸位给我姬燕青一个机会，我愿放下颜面去求太子耀放过楚国。你去求太子耀，人家凭什么给你这个机会？燕青是韩国皇子，虽不监国，但在各国之间也有些交情，大家给他个机会吧。请大家信我，我糊出这张脸了。只要太子耀肯松口，我给他下跪磕头都行。燕青，信我，我明日便启程去找太子耀。诸位都莫要争吵了，本王代表楚国，同意给燕青一次机会。退朝吧。不在这些老臣面前表个态，如何骗取他们的信任？燕青，委屈你了。你真的打算放下颜面去求将要吗？燕青，委屈你了。你真的打算放下颜面去求将要吗？不委屈，为了你和楚国，我做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。燕青，有你在真好，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。我当初离开前妻选择你，同样没有错。你才是我的挚爱。王后对他的寿礼还满意吗？母后甚悦。姬燕青来了，想见您，见吗？让他去偏殿等候。你让他等了半个时辰了。那就再让他等半个时辰。是，臣去安排。何事？太子殿下，楚国的事，你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火了吗？兵力调整不算过后。可你知不知道，你撤兵后，各国立即蠢蠢欲动。各国看的是局势，不看脸色。你这般会让瑶儿很难做，我求你放过瑶儿可以吗？我求你了。他已做了选择，承担后果也是必然的。另外，你求姑，是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过瑶儿。邦交不讲情面，只讲利益。你是在赌他撑不住？姑不赌，一切皆是邦交之道。我们可以重新谈盟约。你能拿出什么？将来各方势力整合，齐国开疆扩土后，定要兴贸易，惠百姓。楚国最善商贸，
在各方势力之间，我亦有足够的人脉。人脉？呵呵。吴影，通知韩大夫把最新的调研帛书送过来。是。什么帛书？莫急，稍待便知。殿下，您要的最新市井调研资料，拿给驸马看看。这是楚国目前的边境情况和粮饷缺口，以及驸马你近1个月的往来账目。你说你有门路有人脉，但你的账面似乎并不好看。你暗中调查我。你说你有门路有人脉，但你的账面似乎并不好看。你暗中调查我。皆是你公开的往来记录，谈不上暗中2字。江耀，你是否太理性了？理性方能活得长久一些。你这般只会把楚国推向其他势力，你会失去一个强有力的盟国。天下一直在，并非只有楚国一家值得结盟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楚国是真的走上绝路了。臣听闻其内部大臣开始要求楚王给出具体解救之策。他们会不遗余力地筹措粮饷，以粮饷换他国出兵援助。姬彦卿权势财力都太小，根本无力拯救楚国。据臣调查，此人之所以能有今日之状，全是从前妻那里骗来的，而前妻已郁郁而终。孤对他的过去没兴趣。殿下，楚王遣人带来消息。太子殿下，楚王让我转达，朝中有人提议让楚王退位，说楚王没有管好女儿，你如何看？楚国朝堂之事，孤如何看，不能改变什么。楚王说，你就真的能做到一点都不念旧情？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孤是齐国太子，站在孤的位置考虑，孤须念邦交之嫌。楚王说，你比当年的齐王还要狠。天下同样比当年还要狠。把孤的话好好带回去，说与楚王听。楚王这是被逼急了，若不是碍于身份，他定想亲自来求你。那说明他尚未完全被逼急。太子耀仍无松口之意。江耀这小兔崽子太不是东西了，瑶儿不过与他解除婚约罢了，他至于如此报复咱们吗？完全是把咱们往绝路上逼。如今楚国是内忧外患，本王这个楚王的位置怕是坐不稳了。我真没想到江耀能小气到如此程度，我不就是悔个婚多大点事儿，他如何能这样？女儿啊，这事儿不怪你，是江耀不讲道理。我们明明礼数周全的退了婚，他却还要拿国事施压，他定是放不下你。女儿，要不你再去找找太子耀，父王不想失了这王位。对，你父王若是离开王位，楚国恐怕就要灭亡了。我已找过江耀好几次了，再去恐怕也无用。你试试呗，这次你直接去他府邸，当着齐王的面，看他如何说。今晚便去，直接去。王上王后，公主瑶带着礼物来拜访见某。公主瑶？哪个公主瑶？便是楚国的招摇公主。招摇退婚让齐国蒙羞，这笔账本宫都未与他算，他还敢自找没趣来挑衅。母后，莫要动气，没这个必要，让他进来吧。哪国公主能干出这等缺德事？他是不是觉得咱们齐国好欺？本宫真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消消气，这点小事让咱们儿子处置便是，他能处理好。王上王后，公主瑶到了。王上王后万福。坐吧。用膳了没有？陛下，我用过了。今日过来拜访。拜访什么？
通知我们去喝你的喜酒吗？没有，我带了一点东海极品珍珠粉给您，顺便和太子殿下谈点事情。拿走，本宫用不惯珍珠粉。你喝点汤，这汤不错，多喝些。何事？朝中大臣在逼父王，要重选楚王。那是楚国大臣的权利。你很清楚祸端在何处。朝中大臣在逼父王，要重选楚王。那是楚国大臣的权利。你很清楚祸端在何处。祸端是楚国治理怠惰，兵力空虚，没有能力应对突发之变。姬彦青说可以撑一阵，但是各国已兵临城下，不给他机会。你选的驸马不中用，如今想起我儿子来了。你当我儿子是什么？母后，此事您就别过问了。随姑来书房谈吧。王上、王后慢用。什么东西？好啦，儿子的事儿交给儿子便是，相信咱们儿子不会让咱们失望的。江耀，我此番来寻你，是想求你帮父王一把。求你看在咱们两国多年交情，咱们俩青梅竹马的份上，帮他一把可以吗？你想要姑如何帮忙？求你重新对楚国派驻兵力，两国重新结盟。不可能，如今派驻楚国，风险太高了。那我求你对外宣称，减缓对楚国的粮饷追缴。楚国欠的钱粮，让我们缓一缓。不行，如此决定有损齐国整体利益。我从未想过会是如今的局面。选择本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倘若当初我没如今说这些毫无意义。你真的一点情面都不给。姑给过。何时？在你开口那日。倘若我现在求你，咱们还能从头来过吗？这世上没有倘若。我懂了。父王还未安寝。朕见招摇哭着走的，便知你做了何种选择。他希望儿臣出手救楚国，儿臣拒了。不愧是我儿，做事果决。但父王想问一句，你当真对他一点情意都没有吗？父王，咱们都是男人，你会对一个背叛自己的女子心生怜悯吗？朕不会。儿臣更不会。父王，我去见了江耀。如何？见到太子耀了吗？见到了。他怎么说？
可答应了咱们的请求。没有，他的态度依然坚决。不至于吧？你怎被吓成这般模样？瑶儿未能说服太子要重新驻兵，明日的朝会我要如何向这些大臣交代？我这楚王的位置怕是要保不住，楚国要亡了。那怎么办？招式先烈打下楚国江山，在这乱世蓬勃发展，这基业必要毁在我等手上吗？若这些大臣联合起来逼我退位，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如今之计，咱们只能想想办法，明日朝会上如何安抚好这些大臣了。目前各国对楚国的邦交慎之又慎，这对咱们而言绝非好事。原本已谈到末尾的盟约也停在了缔约之前，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我这边已收到多家盟国的催款函，各国商会商人纷纷退出楚国，这显然是大战将至啊！公主，我们想知道您现在找到援兵和粮饷了吗？何时能解决这些问题？我在想办法。你们莫要逼瑶儿嘛！楚王此言何意？什么叫我们逼他？明明是他背信弃义悔婚，才导致楚国今日之局。就是你没教导好自己的女儿，我忍不了了！我提议重选楚王。我复议，我也同意。当真要走到这一步吗？当真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没办法，楚国虽是招式先烈打下的江山，可如今的你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了。本王可以让出楚王的位置，让有能力的人上。在座的诸位，你们谁能立刻解决楚国当前的危机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？谁能站出来？本王拱手让位。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楚国这几十载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，想想咱们从前是如何同舟共济的。治国立政，最忌讳的便是猜忌，此番面临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，所以咱们更要团结，团结，团结再团结。今夜有一场各国商贾交流的集会，或许我们还有一线生机。只要在集会上找到新的粮饷来源，便能用钱换援兵，楚国便能挺过此关。问题是，会有人愿意在此等情形下出资出兵援助楚国吗？事在人为，我想试试，请你们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大家若无更好解决问题的办法，那便让瑶儿再去试一试吧。殿下，这是姬彦卿过往几年的敛财路径。2年前，他前妻进入家族核心，婚姻维持了2年，家产整合完成后，他全身而退。之后成立自己的商号，规模不大，但融资极为激进，多次借助皇子身份获取盟国背书，放大市场体量。姬彦卿很激进，不是激进，是借力。哼，他如今把目标放在了招摇身上。姬彦卿想借楚国完成又一次的扩势。楚国的名号和资产体量，比他之前的任何一次筹码都大，而招摇，便是那张关键牌。臣很好奇，今夜各国商武集会，姬彦卿是代表韩国参加，还是代表楚国参加呢？吴影，通知副使今晚的集会不必他去了，孤亲自去。殿下要亲自去？对。臣这便去安排。
瑶儿，你先与张掌柜聊着，我过去一趟。张掌柜，失陪一下。好的，回见。情况不是流言说的那样，目前楚国很太平，还有很多核心商号与投资项目，比如盐铁之力。太子殿下，许久不见。前几日刚见过，那不算正式场合。那如今算。可否单独聊聊？可否单独聊聊？难道如今不是单独聊？你最近动作很大，兵力调整而已，算不上什么大动作。因你的兵力调整，给楚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天下局势如此，好一个天下局势的借口！依我看，你就是在给自己的报复行为找借口。你如何认为是你的事？你不就是嫉妒我吗？嫉妒？姑嫉妒你什么？你嫉妒他选了我，而你又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姑已退出，而你才刚入局。你觉得你抽身得很干净，至少兵强马壮，账目清晰。楚国的问题不是一日形成的，那便更需要清理。你等着看。看什么？看谁能把楚国的基业接住。倘若姑想吃下楚国这块肥肉，你连汤都喝不上一口。咱们走着瞧。这批货的销路我们已经谈妥了。太子殿下，许久不见。感谢秦掌柜组织了一场各国交流的盛会。殿下言重了，太抬举草民了。殿下能亲自到场，便是咱们各国商贾最大的支持了。是啊，能在此处见到殿下，是草民的荣幸。有幸能与殿下合作便好了。我们请齐国太子殿下给我们讲几句如何？好，请殿下讲几句，聊一聊齐国今年的战略规划，也好让我等能跟在齐国商号身后喝口汤。大家掌声有请。感谢诸位对齐国的信任。齐国除了军事之外，重点投入方向主要集中在盐铁之力。在场的诸位若有感兴趣的，孤很愿意敞开齐国大门，让诸位与齐国商讲寻求合作发展。谢谢诸位。齐国战略目标放在盐铁之力，这与楚国似乎是同一方向。先前齐国和楚国合作密切，如今完全分开。外界传闻是因楚国悔婚，齐国才断绝合作，是这样的吗？外界的猜测颇多，今日在此公开回应一下，与楚国分开是众朝臣决议之后的决定，并非站在孤个人原因考虑。殿下，楚国如今岌岌可危，不仅出现财政赤字，四周也兵戈四起，听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我想问一下，在此情况下，齐国还有可能向楚国伸出援手，提供兵力与粮饷支持吗？作为多年的盟国，孤自然不愿见楚国真的山穷水尽。毕竟楚国的许多商贾也是齐国的合作伙伴，关键之时，孤想齐国定会给予一定的帮扶。殿下说的是兼并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江耀，你不就是想在楚国撑不住时，趁火打劫，兼并楚国吗？何必把算计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？你若认为提供兵力与粮备是趁火打劫，那你大可不必依靠齐国来自救。莫要得意太早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祝你成功。
我必须提醒你，如今商号账面上已无可动用的银钱了，得想想办法，必须让招摇和楚王对楚国有绝对的掌控，否则我前期投入那么多，会血本无归。事实上，为了四处说服别国退兵，咱们的银两全砸进去了，可并未激起多大水花。若邻国再继续逼近，楚王和招摇必将失去楚国的控制权，各商贾撤出楚国，楚国灭亡，本皇子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眼下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公主去求齐国介入，齐国介入或许还能保留楚王和公主对楚国的管理权。已找过好几次了，将要油盐不进，始终未松口。实在不行便自保吧，让楚王和公主让出管理权，请齐国介入，拉高楚国商号行情，咱们套现离开。我再想想办法吧，实在不行再说。做决定要尽快，咱们也快撑不住了。请姚二来一趟，说我有事与他商量，关于楚国的。是否拿到了新的粮饷？有国家愿意出兵了。坐，慢慢聊。我想到了拯救楚国的办法。快说说是什么办法？楚国已到岌岌可危的地步，如今必须有新的兵力和粮爽注入，才能保住你对楚国的绝对掌控。所以，我希望你再去找江耀谈一次。我已找过他许多次了。这次去换种方式谈，把你和你父王手里的部分权力让给江耀，换他出兵保住楚国。你这是什么馊主意？瑶儿，你听我说，只要齐国肯出兵，那便是一种态度，能震慑各国，商贾重回楚国，贸易行情回升，楚国回归繁荣，大臣们才会认可你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有时我们必须做一定的取舍。我和父王对楚国的掌控本就不稳，如此做恐怕……眼下还有人能帮楚国吗？姬彦青的商号筹粮遇阻，原本承诺参与的一家金主临时退出，另外2家还持观望态度。如今外界已把姬彦青和楚国绑在一起了，楚国风险持续上升，姬彦青同样受牵连。姬彦青原本是想借楚国做背书，如今背书不稳，反被牵连了。正常的市井反应。臣察觉姬彦青似乎想要脱身了。今日一早，他放出2则韩国商号与楚国暂停合作的消息。殿下，公主瑶来了，想见你。让她进来。有最新消息，臣再向您禀报。你调查他了？公开的往来记录谈不上调查。你把他从前的事告知各国商贾了？没有，姑不关心旁人。可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过往。商贾不傻，他们会自己查。他从前有段失败的婚姻，但不是他的错。姑知道，姑同样不关心是谁的错。你何时知道的？他故意接近你的那一刻。你为何不阻止他接近我？宁愿眼睁睁看着我离开你，也不说一句挽留的话。选择是你自己做的。原来你什么都算得到。姑没算到你会真的离开。他如今压力太大了。你的压力也不小。你一点都不担心我们带领楚国翻盘？那姑恭喜你们。你是如何做到一点情绪都没有的？姑没有干涉你们的资格。所以你就这般眼睁睁看着？那你想让姑怎样？他想让我来找你，换个角度谈一谈出兵及粮饷的事。公主想怎么谈？齐国重新派兵驻守楚国，免掉亏欠粮饷。这次不是缔结盟约，而是治理。可楚国本身的风险并未改变。我们可以让出治理权。各国兵临城下，商贾纷纷退出，赤色缺口已经出现。你就这般眼睁睁看着我们在困境中挣扎？这是你们自己选的路。江瑶，
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倘若当初我没离开，你会这样对楚国吗？不会。所以你还是在报复我？不，是因为决策结构改变，并非报复。有人说姬燕青接近我是为了楚国，你如今才这样想？是什么都好，我们都已经没了退路，他那边银钱也开始紧张。正常，预料之中。这你也预料到了？他在韩国无权无势，商号体量又不够，敢觊觎楚国的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被楚国拖死。今日是姬燕青让我来的，想让我说服你。孤不是善堂，更不是救世主。我懂了。来人，殿下，让韩大夫把姬燕青和楚国的最新消息送过来。是。殿下，姬延青抵押各国商号，快速套现，试图以最低价垄断楚国商贸。楚国呢？楚国四周兵临城下，商贾们纷纷清退资产，退出楚国。清退的资产谁在接？姬延青吗？姬延青的确在暗中接手，并且联络打点各方势力。依臣看，姬延青是想等楚国灭亡后，独自一人霸占楚国商贸。他以为孤在这个时候会答应招摇的请求，所以他快速抄底。在集会上，殿下故意放话出来会拯救楚国，所以姬延青笃定招摇今日一定有办法说服你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殿下的烟雾弹。对外公布，齐国未来继续投入兵力开疆扩土的计划。如何？让给江耀权柄换取他拯救楚国的方案谈妥了吧？怎么没谈妥？齐国不肯出兵，也不给楚国粮饷？不可能！我都让你拿出了楚国权柄作为条件，只要求他将要给各国一个态度，随便投些兵力与粮长，便能拥有楚国权柄，这与他是稳赚不亏的。他这都没同意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一定是在骗我，想给我一个惊喜，对不对？快说啊！我没说笑，他就是没同意。怎会如此？江耀他到底在想什么？齐国发布公告了。城南集市投资40万两，延景投资22万两，继续增派援兵至南疆，往南部继续开疆扩土。竟然真的没有提楚国，一个都没有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还不快把手里所有楚国的资产抛售！抛售！快去抛售！这个时候抛售，殿下知道要亏多少吗？我们承担不起啊！蠢货！你没看到齐国的计划里根本没有楚国什么事儿吗？我万万没想到啊！我低估了江耀。起初我以为他在乎的是齐国利益，认为招摇带着赠与权柄的条件就能说服他。我把江耀想简单了，同样把招摇这个废物高估了。殿下，我必须郑重提醒你，现在抛售的后果。你还提醒个屁！再不抛，底裤都要赔光了！快抛！你真是一点用都没有，废物一个！你从前不是这般对我的。我现在没动手打你，已是最大的恩赐了。难道你真像外界传言的那样吗？所有的一切都是装的。
外界传言，外界怎么传的？你说来听听。你接近我，只是为了把楚国当败书，成就你自己的事业。不然呢？没有你背后的楚国，我姬衍清一表人才，凭什么看上你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装了吗？装？我还有时间在这跟你装吗？你都要害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是个这么不中用的花瓶，我和我的商户被你害惨了。姬衍清，你不是人，我恨你！你恨我，我更恨你。我真没想到，堂堂楚国公主，竟然是这么个废物玩意儿，连一个男人都搞不定。但让我更失望的是，楚国偌大的基业啊，竟然扛不住一点风险。你们楚国招式个个都是白痴吗？如何了？初步估算，损失超过20万两黄金。20万两，20万两！老子的全部身家都没有20万两！去，马上对外宣布，我的商号与楚国彻底断绝往来。我安排人去放消息。再加一条，我与招摇已和离。走，跟老子去签和离书，就是现在，一刻都别拖。殿下，最新消息，姬衍清和招摇和离了。这么快吗？前后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。姬衍清扛不住了。是啊，再不跑，他连跑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即便他此时与楚国划清关系，那也是元气大伤。各国商贾什么反应？并未因为姬衍清与楚国划清关系而选择放过他的商号。据我所知，已有好几国商贾公开表示和他的商号终止合作。这还不是姬衍清最终的结局。还不是？墙倒众人剖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据我所知，姬衍清前期所在燕国一直没放弃追讨被他转走的资产。那臣得期待一下了。吴影，传消息到楚国，孤去楚国王宫见招摇。是，臣这就去发消息。殿下觉得此时招摇会见你吗？他没有不见孤的理由。公主殿下，太子要的侍卫吴影传来消息，说太子要想见您。将要见我，什么意思？于公还是于私？吴影说，公事私事皆可。哦，好的。消息已递出去了，准备近期楚国的所有资料，你与孤一同去。臣也跟着一起去。现在便去准备。是。来了，将要来了！那还等什么呢？快去迎接啊！瑶儿，你也别干坐着了，快来！太子殿下大驾，快请进，快！殿下，你先坐。来人，把刚摘的水果端上来。瑶儿，你愣着干嘛呢？快去给你耀哥哥泡茶。我和姬衍清和离了，你是来看我笑话挖苦我的？瑶儿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殿下是这样的人吗？他心疼你还来不及呢，怎可能是来看你笑话挖苦你的？殿下肯定不是来挖苦瑶儿的，对吧？殿下最喜爱瑶儿，我们都知道。要不咱挑个日子，重新把婚定下。殿下此番来是想谈一谈关于楚国的事。本王就说嘛，齐国和楚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邦交，殿下怎可能眼睁睁看着楚国被逼上绝路是吧？殿下这次是打算给楚国派驻多少兵力，提供多少粮饷？其实楚国也不是很缺粮饷，先给50万两黄金就差不多了。到时候咱们再把这个婚复了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
目前齐国府库适用于调拨的兵力与粮饷，已全部投出去。什么意思？意思便是暂时没有可对外调拨的兵力与粮饷。那你过来是什么意思？不出兵，也没有粮饷，这婚不可能复。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，滚一边去！殿下别生气，他不会说话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即便是齐国没有兵力与粮饷给楚国，那也不耽误殿下和瑶儿复婚。估此算来，是谈兼并的。殿下别生气，他不会说话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即便是齐国没有兵力与粮饷给楚国，那也不耽误殿下和瑶儿复婚。估此算来，是谈兼并的。兼并？对，楚国不再是附庸国，而是并入齐国疆域，由齐国统一治理。这是唱哪一出啊？我们没打算出让权柄啊！江阳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这分明就是落井下石。你若认为姑这是在落井下石，那姑走。殿下请坐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莫要冲动。楚王，如今是在谈国事，臣觉得您应换个称呼，自称太子殿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闭嘴！滚一边站着去，不许说话！太子殿下，您别和妇人一般见识，他没看懂您的意思。您这不是落井下石，您这是在拯救我们楚国。不必把话说得如此客气，邦交行为而已。父王，他明明就是来看咱们家热闹，落井下石、趁火打劫的。哎呀，你怎看不明白呢？殿下这是在用接过权柄的方式向各国表个态，齐国没有放弃楚国。齐国接过你们手里的权柄，的确是一种导向。各国也会重新评估楚国的邦交价值，等于是引导天下拯救当前的楚国。果真如此呢？这是肯定的，齐国就是天下的风向标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打算如何安置我们？姑打算……殿下不必思虑太多，象征性的放出消息即可。臣可继续代为治理楚国，这粮饷嘛，随随便便给50万两黄金就行了。什么？不让出治理权，还要50万两黄金？怎么了？我们楚国国库可不只值500万两黄金。我放出楚国并入齐国的消息，只收50万两，不过分吧？楚王，半年前楚国国库有500万两没问题，但如今楚国成什么样？现在50万两国库都拿不出来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们楚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这是楚国最近3个月的账目，以及各国往来的讯息。目前楚国府库至少有230万两的窟窿，这还不算各种到期未付的违约金等等。您怎还好意思说楚国国库有500万两？你暗中调查我们？不算暗中调查，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开的，稍加整理便知。整理得如此详尽，毕竟是要收入囊中，得多考察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估出10万两黄金，从此你们与楚国再无瓜葛。这10万两足够你们过普通人的日子了，这辈子至少衣食无忧。你做梦！你这分明就是趁火打劫！若你们认为姑是在趁火打劫，那便不谈了。这叨扰了。我让你闭嘴，你忘了吗？可是他也太欺负人了，哪有这么开价的？这个价都便宜你们了。大军兵临城下，你们只能沦为阶下囚，还妄想能拥有什么？且慢，我想与你单独聊聊。可以。殿下，臣出去等您。我与太子殿下单独聊聊。走啊！你还看什么呢？回内殿待着去。我想与你认真谈一谈。如今我所面临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，朝中大臣已提议罢免我父王的王位。姑猜到了，我这个公主同样保不住了。姑也猜到了，楚国毕竟是我招式打拼多年积攒下的基业，
如今就这么拱手让人，我们真的不甘心。楚国如今的窟窿很大，并且会越来越大。各国不会因你压力大便可怜你，大臣也不会因你不甘心便纵容你。所以，我想请你帮帮我。楚国如今的窟窿很大，并且会越来越大。各国不会因你压力大便可怜你，大臣也不会因你不甘心便纵容你。所以，我想请你帮帮我。孤只谈邦交，不谈情谊。我可以把楚国权柄全都抵押给你，只求你派兵。抵押并不能改变楚国现有的风险，兵力与粮饷投入同样很可能血本无归。不会的，只要齐国有兵力注入楚国，各国便会认为齐国和楚国重新绑在一起，各界都会重新评估。楚国如今缺的只是一个态度。这样的决策对齐国来说，风险仍旧极高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就这么看着，完全不管楚国和我的死活？孤给出了兼并的方案，可你给出的价格，根本就是在趁黄打劫。不是孤给出的价格，是天下给出的价格。这和明抢篡位有什么区别？你觉得不满意可以问问，还会不会有其他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援助楚国？我父王身体不好，朝堂压力又大，我还要帮他处理国事，我真的快熬不住了。把楚国交给孤，这些事便全解决了。把楚国交给孤，这些事便全解决了。你走吧，你的条件我没办法接受。想通了可以随时联系孤，那时情况如何，孤不敢保证。最新消息，姬彦青因欺诈被韩国宗室立案调查。迟早的事了。兼并没谈拢，是否在殿下预料之中？是，但今天的目的，并非真的要兼并。那今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兼并没谈拢，是否在殿下预料之中？是，但今天的目的，并非真的要兼并。那今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试探。试探？殿下在试探什么？试探楚王和招摇的态度。所以，咱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以正当手段兼并楚国。这真是够刺激！接下来臣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齐国接下来的重点发展方向，将会和楚国高度重合，目的便是加重楚国负担，逼楚国无以为继，被迫来投。耀儿，这是你的决定？这是齐国的决定。给孤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为何要带齐国走上这样一条路？理由很简单，我们和楚国结盟多年，发展方向高度重合，合作时彼此是伙伴，分开之后便是对手。趁着楚国形势不大好的当下，我们加把劲儿逼楚国无路可走，再行兼并，彻底掌控楚国。你们的意见呢？这么做会不会太绝情了？绝情可以减少许多麻烦。孤同意，臣复议。臣也复议。朝堂决议，全票通过。王掌柜，这是我们齐国的合作盟约，报价只有楚国的5/5。明细您已过目，可签字，没问题，盟约立即生效。这个报价，贵国基本上毫无利润可言，甚至还要亏钱。阁下如此做的目的是什么？齐国战略部署与楚国有关。我懂了。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预祝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
齐国究竟是何用意？老夫给诸位分析一番。齐国的态度已经很明白了，就是在和昔日的盟国楚国争夺商路，通过不断压价把楚国的客商抢走，让本就岌岌可危的楚国雪上加霜。依老夫看，楚国能否扛过这一关，悬呐。楚国撑不住了。你一句撑不住说得轻松，那我们这些大臣怎么办？你自己的女儿没管教好，让楚国跟着遭此大难。我正式提议，即刻罢免楚王王位。此时你们说这样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本王承认，千错万错的确是瑶儿的错，她不该悔婚，不该得罪齐国。可如今已是这般，我们不是该团结起来想办法拯救楚国，也拯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吗？3个月过去了，拯救楚国的具体方案谁在做？在何处？何时落实？在这儿。3个月过去了，拯救楚国的具体方案谁在做？在何处？何时落实？在这儿。我与父王愿意交出实际控制权，谁愿出兵救楚国，楚国这政权就归谁。引入新的势力，岂不是断尾求生？这不是胡闹吗？齐国针对性的打压，已经让楚国撑不下去了。短短7日，楚国商路减少80%，高筑的寨塔带来的利息，楚国已无力承担。这倒是实情，我们的窟窿越来越大，粮饷换不来新的兵力，无法扭转如今的局面，越撑下去负担越重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不瞒诸位，将要提出给我一笔钱，兼并楚国。我本可拿着钱离开，但我放不下楚国。虽然如今这样会昭示会失去楚国的政权，但至少楚国还在。楚国能有今日，全是你的错。对，楚国能有今日，的确都是我的错，所以我应得惩罚，将楚国的王位让出来。希望我的退让能让齐国放过咱们。作为楚王，本王表个态，本王同意让出王位。为了楚国，臣附议。附议。殿下，楚国如您所料，已完全撑不住了。朝堂刚刚宣布楚王退位之意。预料之中，政权归了何人？谁愿意出兵援助，政权便归谁。殿下，要不要臣现在去联络楚国？殿下，要不要臣现在去联络楚国？不着急。楚国的军防已极弱，臣担心咱们下手晚了，会错过这次机会。齐国针对的邦国，又有谁敢轻易接手呢？殿下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齐国已亮明态度，楚国明显扛不住。如今给楚国派驻援兵，就相当于与齐国作对，抢地盘。各国会权衡利弊的，所以不必慌，再等等，楚国自会主动。行吧，听殿下的安排，持续跟进最新动向。是。公主，您真的不考虑资助楚国兵力吗？抱歉，我确实能力有限，拿不出太多兵马与楚国这样的大邦共事。感谢公主看得起，实在抱歉。小二，送客。罗将军，这是求兵的册书，麻烦您过目。殿下，公主遥想见您。让她进来。没想到有一天我进来寻你，需要侍卫通传才能见到你。身份决定的。楚国扛不住了，我向你道歉，为我当初的愚蠢行为道歉。
不必道歉，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。对，你说的对，选择就要付出代价。楚国扛不住了，我也扛不住了。如果可以，请考虑一下吧。孤的时间有限，孤先说孤的条件。你说，孤要楚国完整政权，疆域并入齐国，否则不会派一兵一卒。可以，具体细则需朝堂全员在场共议。约时间3日后，魏氏，楚国大殿。可以。除了国事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无影，送客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知道当初的自己是多么的愚蠢。无影，送客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知道当初的自己是多么的愚蠢。齐王兄，咱们……楚王，这次是邦国之间的对话，咱们各自摆明身份。如今的齐国由我儿姜耀主事。直奔正题吧。楚国是否愿意交出政权，全域并入齐国？楚国是否愿意交出政权，全域并入齐国？我们内部商榷了一下，可以入让楚国30%的疆域，齐国只需派驻。不够，这个比例无法承担风险。殿下想如何？交出政权，楚国全域并入齐国。如此这般，意味着楚国王室将失去主导。楚国王室如今还有主导吗？若齐国不派兵，楚国边疆将在3日内彻底失守。事实上，今日的楚国已经很难了。臣说的不错吧？楚国可以引入其他邦国的兵力。哼，其他邦国可能开出更苛刻的条件。注意，臣用了"可能"这个词。事实上，其他邦国根本不敢接楚国的烂摊子，除了齐国，你们别无选择。齐王兄，当真要走到这一步吗？姜耀是齐国主君，你和姜耀谈。你和瑶儿从小一起长大，这是邦交之谈。给我们一点时间。孤对楚国的耐心只有最后1个时辰。暂歇1个时辰，诸位各自休息。1个时辰后，议会继续。你当真要赶我出宫，兼并楚国？这是前提。那楚国就不再是昭氏的。如今也不是。你变了很多。因为位置不同。你觉得楚国的大臣们会同意吗？楚国已被你带得没有退路了。我后悔了。孤不后悔。1个时辰到了，可以给孤一个明确的答复了吗？齐国要楚国的全域以及绝对的政权。我们同意太子之意，可以立即缔结盟约吗？兵力何时可以派驻？兵马已到达楚国边境，楚王签下盟约，楚国边疆便是齐国边疆，再无人敢来犯。现在签。韩大夫，你暂代楚国军政，接管整个楚国。孤还有事，这里交给你了。是，殿下。齐王兄，以后莫要这般叫了。你我2国以后只是上下之邦。殿下，公主瑶递交了请辞，要离开楚国。臣问她去往何处，她只说想去四方散散心。准。就这么放公主离开？楚国离开谁都一样运作，包括他招摇。明白了。
顺便给殿下汇报一下楚国这1个月来的整顿结果，各项防务已经稳定，各国也重新更改了对楚国的邦交。目前虽未转危为安，但账目健康，兵力稳固。放手去做吧。好久不见，没想到在此处偶遇了。好久不见，离开楚国之后还好吗？甚好。虽然我离开了楚国朝堂，成了个闲暇宗室，但我一直关注着你，大臣们对你的评价很高。那是重臣的功劳。你变得更深沉了。位置决定的。你一点都不好奇我这1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一点都不好奇我这1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若想说，可以说。刚离开的时候挺难受的，后来便渐渐习惯了。每个人都要有新的开始。是的，都要有新的开始。从前我只觉得你太理性，理性的没有人情味儿。如今你还这么觉得吗？如今明白了，当时是我太冲动了，没有看清邦交的本质。倘若当初我没有要求退婚，我们会怎样？我不知。你还是不给我一个假想，哪怕是让我后悔也行。假想没有意义。这1年我明白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没有人会为另一个人的任性承担后果。时候不早了，孤还有事。恭送陛下。